2年前，昆桑为了养敲甲虫，花9.9块买了一块木头，按照说明书上说的，把木头清洗一下，在水里泡一下，然后摇一摇，放在饲养盒里，用腐殖土埋上，放入敲甲虫幼虫。1个月后，打开盒子看一下，木头好像都腐烂了，只要用手轻轻的一掰，就可以把木头分成2半。打开木头看了一下，除了敲甲虫的幼虫，这里面怎么有一个奇怪的虫子？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。昆桑把它单独取出来，这到底是什么虫子？长得好像个胖一些的大麦虫，黄不拉几的，就叫它小黑吧。昆桑想把它养起来，那么怎么养呢？既然是在木头里发现的，为了养它，昆桑又买了1节烂木头，把它泡进水里，几个小时后，把木头拿出来，在上面钻一个洞，大小正合适，把小黑放在洞口。它怎么不动呢？可能是来到陌生的环境，还要观察一下才能适应。3天后，打开饲养盒观察一下，木头发霉了，但是小黑变成了蛹，旁边的木头有它啃过的痕迹，好像是刚刚变成的蛹。到底是什么虫子呢？过了1天，木头上的霉菌越来越多了，如果蛹也长了霉菌就完了，得抓紧给它转移。昆桑又买了一个人工蛹室，把小黑转移到人工蛹室里。7天后，小黑的眼睛和嘴好像有了颜色，它就这么安静的躺着。11天后，打开盖子，小黑怎么只剩下了一副皮囊？好家伙，原来它跑到了角落里。小黑重生了，蛹变成了一副空壳，把它从角落里倒出来。可以确定的是，它是一只甲虫，可能刚刚变身，身子的颜色还不确定。18天后，小黑的身子变成了黑色的，那它到底是什么虫子呢？翻开书查一下。原来它叫弯颈大肘甲，也叫弯颈粉甲，属于鞘翅目拟步甲科，喜欢在夜晚出来活动，白天会躲在枯树皮的下面。那它吃什么呢？昆桑给他拿了一块苹果，把小黑的头按到苹果上，果然他开始吃了。除了苹果，昆桑还给小黑准备了面包和面包虫。当然考虑到小黑以后的重生幸福，昆桑晚上还去给小黑找女朋友。在这棵大树上，昆桑果然发现了小黑的同类，不确定他们是男是女，通通都给抓了回来。养了小黑几个月，昆桑发现他明明是有翅膀的，可是完全没飞起来过。为了给小黑安排一个大豪斯，昆桑准备了一个大号的饲养盒，里面铺上椰丝，上面放一个喂食盆。小黑的饭碗好像有点大，里面放上一块面包，这喂食盆正好挡住了大部分空间，可以让小黑这个宅男有躲避的空间。喂食盆上还放了一块苹果。如果把小黑和另外4个同伙一起放到饲养箱里，那谁还分辨得出来谁是谁呢？昆桑拿出荧光笔，在小黑身上做一个标记，这样就可以把它们一起都放进去了。然后把从木头中蹦出来的小黑也一起放进去。小黑重生，第一次看到同类，应该会很开心吧？确实，他开心地吃起了面包，完全顾不上交朋友。时间过得很快，1年过去了。昆桑没事去野外的时候，就会想着给小黑找吃的。这次昆桑找到的是野蘑菇，从书上看到小黑喜欢吃蘑菇，昆桑把找到的这个白闪闪给他们试试。小黑们都躲在了喂食盆的下面，他们好像在这组团睡觉呢。小黑身上的粉色标记都脱落了一部分，把蘑菇拿给他，不但没有吃，还很嫌弃地走开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几天后，每次昆桑吃了苹果，就会把苹果皮留给小黑们。之前给他们的白闪闪吃了吗？饲养盒里发现了很多白色的粑粑，蘑菇的边缘还有一些被咬过的痕迹，看来小黑们还是吃了一点。把喂食盆拿来，好家伙，小黑们一个个都东倒西歪的，哪一个是真正的小黑呢？坏了，这下整尴尬了，每一只颜色都黑黑的，原来是这只身上的标记快被磨没了，差点弄丢了小黑，这也太危险了。这次昆桑重新给他做上标记，然后把苹果皮搞里头。果然小黑们很喜欢吃苹果，在苹果皮变干了之后，又开始吃蘑菇。每次昆桑把苹果放里，小黑们很快就会出来吃饭了，然后接着还是吃蘑菇，吃了很多天都非常香。偶尔昆桑也会给他们胡萝卜和红薯。天气越来越热，小黑们的食欲也变大了。到了7月，小黑的朋友有一只已经BBQ了，小黑依然很健康。1个月后，又有2只小黑的朋友没了生命迹象。昆桑推测，这3只已经去世的小黑
可能是比小黑大1岁的。小黑出生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在野外寻找东西吃了，现在只剩下了小黑和一只同伴，不知道他们是男是女，也得好好的把他们养好。昆桑重新给他们换了一个饲养盒，内部铺上叶丝和一根烂木头，上面放上蘑菇和其他食物。2个月后，是养了这么久，小黑一点动静也没有。昆桑觉得不对劲了，可能他们2个都是小伙子，事不宜迟，晚一天就会浪费小黑1天的生命。昆桑抓紧跑到野外，上次寻找小黑同伴的地方，这次又抓到了几只一样的甲虫，到底哪个是女生啊？在观察它们的时候，昆桑发现这只的屁屁下面好像有不同的东西，看起来好像产卵管，所以它很有可能就是女生铁锤。这次昆桑把小黑和铁锤单独放在一起饲养，给他们足够的食物。几天后，昆桑也看不出他们到底是不是成为了一对恋人，除了不吵架，他们还经常在一起吃东西。不过小黑好像产出了一些不明液体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难道他们交配成功了？看来得给他们抓紧准备产房了。昆桑找来一个小鱼缸，把一节烂木头放里面，接着把铁锤和小黑放里面。铁锤好像开始寻找缝隙，他把头钻到木头裂缝里，果然铁锤要产卵了。他找到了一块空树皮，钻了进去，然后把卵缠在了腐烂的木头里。小黑终于有后代了。好了，本期甲虫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呆萌可爱的红虫可以搁家养吗？天哥告诉你可以。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就是想家的时候。放错偏了。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趁着隔壁床的姑娘铁锤睡着了，就是昆桑出去野采的时候，这晚上的小溪旁就是有特别多的惊喜。上来昆桑就看到一只水蛭，除了水蛭，这片死水里还有超级长的蚯蚓，这还有一只莫名其妙的虫子，它在吃红虫。说到红虫，那昆桑必须给它来一网子，连泥巴带汤一起带回家，放在饲养盒里观察一下。这水里特别多的红虫，仔细一看，这不是泥巴，而是绿藻。随便抓起2只红虫喂给小金鱼们，很快它们就吃了。对他们来说，这是很美味的食物。盒子里还有很多红虫，昆桑想把它们养起来，那这玩意儿怎么养呢？正好昆桑有一个闲置的鱼缸，给它加上纯天然的自来水，接着加上这红虫原生的采集来的纯天然的淤泥。既然是养红虫，就得给它搭建适合它生存的环境，就是水太浑了，等了4天水才稍微能看清了的，把红虫搞里头。天气太冷，昆桑家里也没暖气，红虫们好像也不太兴奋，一个个的都不怎么动了。为了避免红虫爱好者抗议，昆桑连夜购买了一支加液棒，加液了几个小时，水温终于上来了，昆桑也可以抱着鱼缸取暖了。不过红虫们好像还是不怎么活跃，一晚上过去，底部的泥巴上出现了很多小洞，这是他们各自挖的家吗？可能一些生命力强的红虫就钻进了泥土里，打洞安了家。为了缓解鱼缸里尴尬的气氛，昆桑又给他们加入了一些红虫，并一直观察他们。这次昆桑发现，果然大部分红虫们都钻进了那些小洞里，还有一些红虫也在泥巴里挖呀挖呀挖。很快大部分红虫就消失在了泥巴上。红虫是无脊椎动物，人就不一样了，蚯蚓一样，把泥巴、藻类和细沙子用破叶线分泌的丝状物打造好洞穴之后，然后钻进去。从侧面看，它的洞穴出口是凸起的。有一些红虫选择了藻类或者植物的根茎来做自己的房间，有些红虫从进入鱼缸后挖了3-4天还在打造洞穴，有的红虫一直挖了5天还在挖。不得不说，它们除了作为小鱼的美食，还是一个建筑大师，这让昆桑非常羡慕。到了第7天，昆桑在鱼缸里发现了很多蚊子，这时候加液棒已经把水加热到了20度，温度适宜，水里出来蚊子也是很正常的事儿。水面上可以看到好像结绝脱的皮。不过昆桑很好奇的是，这蚊子从哪里来的呢？水是纯天然自来水，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从泥巴里带来的。昆桑刚想打死它们，为了不放过一个坏蚊子，也不能不冤枉一个好蚊子，先放大观察一下这蚊子，好像跟平常见到的蚊子不一样，2个滴溜溜的卡姿兰小眼睛，一双大睫毛，而且没有很长的口气。原来它们很有可能就是红虫变的，它们是摇蚊。摇蚊是雌雄一体的，公蚊子和母蚊子个头不一样大，它们的触角也不一样大。虽然名字中都有一个蚊字，但是摇蚊和蚊子毫无关系，就好像鲨鱼和木鱼一样，
没有1毛钱关系，而且姚文不吸血，不会咬人，主要以植物汁液或者花蜜为食，对人类完全无害。没想到昆桑之前天天喂小鱼的冰冻红虫，居然还这么有意思。只是这些红虫是怎么变成蚊子的呢？鱼缸里还有很多红虫，昆桑决定继续观察一下。这里正好有一只刚刚变成的蚊子，它从水面上破茧而出，马上就飞走了。它们唯一的共同点可能就是飞行时候的声音了。刚变出来的蚊子还可以在水面飘着，几秒钟后，水面就只剩下了一副躯壳。昆桑正观察着，发现水里有一只红虫从洞里钻了出来，感觉它有点不太正常，这是要变蚊子了吗？昆桑决定继续观察，头上一头白毛，还有点分叉，就叫它小黑吧。几个小时过去了，小黑静静地站着，然后突然变得非常活跃。你这是要打篮球啊？旋转跳跃，我不敢闭眼，否则会错过任何一个细节。8天后，昆桑倒了一杯夜咖啡，一大早起床就开始观察这个蚊子是养缸，因为有一头白毛，小黑出众的外表让昆桑不至于看丢了。他一动也不动，不会是BBQ了吧？它可不是普通的红虫，是王维斯里的红虫。当昆桑看着它的时候，他又开始摇摆了起来。怎么感觉红虫变成蚊子的过程比海豚唱歌还痛苦呢？与此同时，缸里又出现了3只一头白毛的红虫，这只旋转跳跃的最厉害，好像被斗牛士激怒的公牛一样，它们活动一会儿就会消停一会儿，可能也是避免活动太激烈，反而会造成太大的动静，成为小鱼的猎物。除了红虫，这泥巴里还出现了一种虫子，长得好像小强一样，在一根树根的旁边也有一只，它们时而一起出去溜达，时而一起为爱鼓掌。小黑们的频繁活动也引起他们的好奇。太好，他们并没有对小黑们产生私欲。缸里还有其他的居民小鹿，它们非常小，甚至比火柴头大不了多少。它们在玻璃上啃食藻类，还可以在水面行走。这里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树根，也会走路。原来是一只小虫子钻进了树根里面，用树根来做伪装。就连这么一堆泥巴汤子也有一个完整的小生态。9天后，神奇的事儿出现了，小黑出现了变化，它变成了蛹，游到了水面上。没变的是，它还是一头白毛，好像个会动的蒲公英。它漂浮在水面，想要破壳而出。果然，变化开始了，只需要10几秒，一只妖蚊就从蛹里钻了出来。它在水面休息了1秒，就飞走了。有的小黑小屁屁里在变身前还会流出绿色的血，红成流绿血。小说也不敢这么写。这只小黑挣扎了1个多小时，一头白毛拼命地摇来摇去，也一直没能变身。难道这就是自然淘汰吗？好了，本期红虫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